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美国兰德智库最近发布了一份名为《美国的军事能力以及如何应对危险世界》这么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它着重提及了中国军力的发展。兰德智库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正在给美国带来威胁，至少在3个方面超过美军。那么到底是哪3个方面他们认为超过了美军呢？这份报告认为，第一，在造船能力方面，美国现在和中国相比差距比较大。一是建造军舰的速度没有中国快，二是军舰建造的成本控制能力非常弱，因此要想大规模的建造先进军舰，现在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按照他们的估算，到了2030年，中国将会拥有多达450艘水面舰艇以及110艘潜艇，并在2049年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海军。中国造舰速度快、数量多，又能够有效控制成本，中美同时建造各方面水平相当的10万吨级的航母，美国能造一艘，相同的成本，中国可以建造1.5艘。那么这个比例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了甚至有可能美国造一艘，中国造2艘。我讲的是在这里指的是成本。速度方面，应该说中国可能在造舰的周期方面也要比美国要短。这份报告指出的第2个问题就是陆基弹道导弹。中国目前拥有公认的航母杀手东风 21D 以及东风26，那么这2款导弹都能让美军有所顾忌，而且中国还率先列装了高超音速的导弹武器系统，那就是东风17。在这个方面，中国也领先于美国。该份报告提到的第3个问题，就是在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方面。兰德智库认为，中国的防空体系已经构成了远中近程高中低空一个完整的防空网络，并且将它融入到针对第一岛链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中。那么中国拥有足够多的地空导弹部队和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并且拥有探测隐身飞机的能力。那么中国还有强大的空中预警系统，预警机数量目前已经达到了世界第2。可以说，兰德智库的这个报告所举的这个3个方面，应该说相对来讲是比较中肯的。比如说造船能力，造船业曾经是2战期间美国强大的一个标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它就造了将近150艘大大小小不同用途的航空母舰，而且造舰速度极快。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现在它的造船业已经大规模的衰败了，特别是在民用造船这个领域，基本上已经没办法和东亚国家进行比拼了，只剩下少量的军事造船企业，而这些企业人员少，这个竞争又不足，因此造一艘军舰往往周期拖得很长，生产成本又极高。到目前为止，美国海军已经无法承受这些高成本的军舰了。那么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恢复它的造船业，但是从目前的各种情况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美国的人工成本费用很高，何况现在还缺乏大量的造船工业的人才，无论是设计人才还是产业工人都不足。那么这个衰败应该说还会持续下去。这份报告所提到第2个问题，主要指的是反舰弹道导弹。那么在这个领域，中国毫无疑问世界第1，美国并没有相应的武器系统，因为它的航母数量是世界第1，有12艘，它怎么会考虑开发反航母的弹道导弹呢？但是你不开发，不等于别的人不会搞。当然，研制一款能够打海上活动目标的弹道导弹，其难度是非常大的。美国可能也试过，但最终没有成功。俄罗斯也研究过，最终也没有成功。因此，中国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拥有中程和中远程反舰弹道导弹的国家。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更多的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怎么拦截这些具有机动能力的、飞行速度又很高的反舰弹道导弹。从目前的技术情况看，美国也不掌握。那么第3个就是防空。防空应该说美国过去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水平很高，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它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并没有太多的新产品出现。而中国这些年所开发的新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应该说无论是舰载的还是陆基的，都遍地开花，确实是构成了一个远中近程的防空火力网。那么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网，足以保护某一个战区的空中安全。那么和我们先进的战机进行相应的协调配合，那么夺取区域的制空权，可以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这个方面，应该说美国和中国逐渐的也拉开差距了。当然，我们不要忘了，美国在某些领域还是领先的，比如说它的反导系统，不但已经研发出了多款，而且呢装备数量也比较多，既有海基的，也有陆基的。在这方面，中国也在不断的进步。那么一旦跟他们水平拉平，那么在防空防天这个领域，中国呢也将会拥有自己的拳头力量。美国兰德智库的这份报告提出了这个3个不足，当然指的是美军的这3个不足，或者是3个忧虑，有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个报告所忽悠，因为这个报告它的提出的宗旨是为了让美国国会在这几个领域里投更多的钱，来发展美军的武器装备。中国的国防建设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目标，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逐步推进的，以保证我们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内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那么到了本世纪中叶，也就是这份报告所说的2049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综合作战能力，它的军队建设达到世界一流，应该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